秦月溪挣扎着睁开眼睛，陡然对上一道阴郁冷沉的视线。怎么是不是秦月染？秦月染是侯府嫡女，原本同顾相家大公子顾子辰指腹为婚，顾家一朝没落，全家被贬至这荒郊野村偏僻之地。不愿意履行婚约，便送一个傻子来充数。侯府果真是好算计。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吗？自己穿越了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嫁了人，还是个瘸子。那正，我这就写一封退婚书，你顺道送回去。这一路上，那群送嫁的人非打即骂的，没少欺负他。到了顾家，原主已经被折腾得奄奄一息。子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秦家那傻子吗？哥，这景安侯府也太过分了吧！竟然把这个傻子送过来羞辱你，不去找他们算账！你们侯府欺人太甚，我们顾家不欢迎你，哪来的给我回到哪里去！别碰我！这哪里像是个傻子？你干什么这般莽撞？事情还没问清楚呢。锦晴，你先去请郎中来为他看看。景安侯分明就是落井下石。顾青青，丫头啊，受了不少苦吧？我会走的，请各位放心。你的神智，我的神智没有异常。就算如此，我也不会娶你。真是谢谢你啊！你一个姑娘家，自是得等秦府的人来接才是。如果他们会退婚，我就不会出现在这了。与其退婚失了信誉，直接送一个痴傻的小姐给他们，岂不是名誉两全？你伤成这样，能走回景安侯府？京城离此地千里之遥，一个人离开总归不安全，不若先留下。他才刚穿越，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。如今顾家本身已经自顾不暇，父母却还如此心善，主动收留他。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好，可怎么也不能让你一个受伤的姑娘家就这么走了呀。我不会白留下的。若是不好好休养，怕是难过实在。大夫可有什么办法救救他？恐怕得长期药食将养才可。我们家都快买不上2米了，秦家那么对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还要救他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可就真没了。秦月心迷迷半昏半醒，喝吧。这是怎么怕我毒死你？真不知道我们倒了什么霉。其实他身上的外伤已经大好，可以离开了。命倒是挺硬。伯父伯母呢？去做工了。两人的肚子不适宜的齐刷刷响起。我去做点吃的。厨房没有米。这里有河吗？村东头有一条河。秦月心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养好这副瘦弱不堪的身体。你会捕鱼？学学就会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你想带我哥去哪儿？你怎么下床了？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有多贵啊？你怎么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呢？白下了我爹娘的药气。虽然还未痊愈，但也能下床了。你看着也不傻呀。你刚才想干嘛去？看你哥那么瘦，你不想给他弄点荤腥补一补身体？我也去。我是不会给你和我哥哥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去水里捉鱼。哥，你且在这儿看着啊。胡闹！顾公子别动气，我有办法。你这是做什么啊？顾小姐连抓鱼的基本步骤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和你哥哥夸下海口？不如好好待着看我的吧。若我抓不来，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，看你如何丢人现眼便是。怎么可能这么准？拿筐子接着。本小姐可不是给你打下手，我是为了拿着鱼给我哥哥补身子。我再多捉几条，今晚给大家加餐。这么多鱼够我们吃2天的啦。咱们好久都没吃过肉了，咱们该回去了，别饿着二老了。低头久了对颈椎不好，最近可是时常肩膀疼痛。不必麻烦了。浑身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。顾家人都是富贵出身，自打来了乡下就没吃过一顿像样的伙食，忍不住称赞连连。尝尝看，味道合适吗？顾家二老不禁紧了呼吸。儿子遭遇此番打击，一直过得消沉，不喜和人沟通，都生怕一句话说错触到儿子的逆鳞。我自己来。原主随嫁给的银子都被送他来的随从全部抢走。这么晚了，你在外面搞什么鬼啊？别这么大声，做贼啊！明早你打算吃什么？不是还有几条鱼吗？明早上山采食物，看看能不能猎到什么。别跟你家人说，他们知道肯定会反对。既然食物是给我们大家吃的，那我们顾家也不占你便宜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只要你起得来，颜色鲜艳的不要，都是有毒的。不就是采蘑菇吗？我不用你教。这山上不乏毒蛇猛兽，你就在这一片，别乱跑。我去治猎坑啊，有情况就叫我。啰嗦死了。草丛一阵剧烈晃动，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一箭双雕。别动！救命！
身体瑟瑟发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将青蛇死死定在顾青青胳膊一侧，检查了一下顾青青的胳膊，没事了。吓死我了！不远处忽然传来低沉的嘶吼声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待在这里别动，我才不怕呢！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干什么啊？那可是野兽，会吃人的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不够它咬上一口的。吃完我拿它加餐，他就闭上眼睛。小心！顾青青背着一竹筐蘑菇野菜回家，寻了顾父一同上山来。这真是你单枪匹马猎到的？总觉得自己还在做梦。老顾，这些猎物都是你打的。老顾家发达后便离开了村子，没有想到几十年后，这一家人又落魄回乡。儿子残了双不良于行不说，家里还穷得揭不开锅，指不定哪天一家人就饿死了，都等着瞧笑话。我哪有这能耐啊？是秦丫头的功劳。这就是你家小子娶了那个京城来的媳妇儿，居然有这般大本事啊！这野猪别是你们捡的死猪吧？这野猪新鲜不新鲜？你眼睛看不到吗？你能行？你倒是捡头新鲜的死猪给我看看。你家顾小子腿都那样了，能降得住这般凶悍的媳妇儿吗？顾子辰的腿是顾家人的心伤，吃葡萄葡萄说葡萄酸，顾家的家事与你何干？你这个黄毛丫头还是京城来的呢，一点礼数也不懂。我好歹也是你长辈。我嫁的是顾家，你和顾家八竿子打得着一半的亲戚吗？你算什么长辈啊？你可真厉害，麻神的脸都气青了。这今日之事是我们顾家连累你了呀。这点事情不算什么的，反正你也没地方去，不如干脆留下来好了。你的腿还有的治，我会帮你改良一下轮椅。你说你有办法治愈我的腿？我若是没有几分把握，也必不会贸然开口。他有手镯空间这个 bug 在，里面的灵泉可是有他亲身体验过的，喝一口神清气爽，连伤口愈合的速度都比平时快上10倍100倍。祸害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听错了，你晚上吃过饭就早早洗漱了，上床躺着吧。轮椅交给我。秦月熙嘴里哼着歌，手下走刀如同窗花拂柳。难不成养在深闺中的傻子，一朝清醒之后就能对许多事无师自通吗？你觉得追肉红烧一部分，腌一部分，再风干些做成腊肉怎么样？不然炖个排骨。我记得家里还有些土豆，排骨还可以用上土豆炖吗？那你吃的排骨是拿什么炖的？最起码也是山药啊，还要加什么当归、雪参之类的。不，我出去一趟。现下刚入夏，气温高，这些猪肉若是都留下，怕放不住。想着不若拿一部分先在村里卖卖看。我看你自己拎去卖，怕是会顾不过来吧？要不叫上青青跟你一起啊？我自己去就行。那你加点小心，村里什么人都有。我都没嫌弃跟你一块出去丢人，你倒是嫌弃我来了。我没嫌弃你啊，我是怕你累着。你才怕累呢。哪家的千金会是这样的？我家三妮子倒是有这把子力气，可也不敢说自己是千金小姐。你家三妮子皮肤黑得像炭，糙得跟老树皮似的，就说她自己是千金小姐，那谁能信呢？七位婶子聊着呢，被人当面逮到了，多少还是有些尴尬的。婶子们先慢一步走。我们刚才是说了2句，可也没说什么难听的，不至于就不依不饶的吧？我这还没说什么呢，就心虚了。懒得听你说，我要回去做饭了。几位婶子也知道我家猎了头野猪，家里没几口人，那么一大头猪呢，我想着不如便宜些卖与大家，也一起尝个新鲜嘛。那野猪你们也看到了，那可都是上好新鲜的野猪肉，能有多便宜啊？要是真能便宜买下来，那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他一个刚穿越过来的异世灵魂，哪懂这些呀？就是集上的猪肉也才10个铜板一斤，你这卖给我们还省了坐牛车去集上卖了，可得给我们便宜点。明明是20个铜钱，你不要欺负我们不值钱啊！你以前是千金小姐，懂什么柴米油盐的价钱呢？那是你让人给骗了。大集我们都经常去，难不成还能骗你个小姑娘？一块猪肉而已，也不知道我们骗你啊！够了，青青性子单纯，可没有讹人的心思。几位婶子虚长我们何止10
10几20年的，想必也不会为了贪点便宜做那等昧良心的事儿。我手里赋予的猪肉也不多，15个铜钱一斤，15个铜钱就15个铜钱，我买1斤。15个铜钱简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价钱。我也来1斤，我来2斤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只是谁家也不富庶，能买上2斤肉的都是发了狠咬着牙，到最后不过堪堪剩下小半斤。就连那些想吃又没银子的，秦月熙都让他们拿同等价格的蔬菜或者其他东西换。好了，青青，再数也不会多出几枚银钱啦，收拾一下，咱们回家去了。他还惦记着今晚的菜，准备做饭的时候加点灵泉，不仅能给顾子晨治腿，同时也能给顾伯父伯母青青也调理身体，改善一下体质。将来有朝一日需要分道扬镳的时候，他也能走得没有任何牵挂负担。这下好啦，你的路费有喽。哦，顾青青心情莫名低落起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去歇着去，厨房有我和青青呢，用不着你沾手。顾伯母，我手脚可麻利着呢，轻轻就让他打个下手什么的，也不算闲着。还要接着做饭打掩护，往饭菜中加佐料呢，这不让他帮手那怎么行呢？你怎么说都是客，还是个病人呢？她是我哥明媒正娶来的媳妇儿。青青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哪里说错了嘛？你还凶我，我不管了。这事儿他觉得儿子训斥的也没错，顾家跟景安侯府本就有婚约，虽没说明是跟谁才会被钻了空子，但这个送来的秦月熙非但不是个痴傻的，反而又聪明又有一身本事，怕是这个顾家也留不住他。青青若是一直嚷嚷着嫂子之类的话，对秦月熙的名声也是有损。秦月熙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，他总算如愿以偿地跟着顾母进了厨房。这送饭还是我来吧，你好歹也歇歇。他的轮椅还有点问题，一会儿送完了饭也好顺便把轮椅推出来。娘，您不想让秦月熙给我哥当媳妇儿吗？有些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就能解决的。他一时不知该如何跟女儿解释，想做和能做有时候根本就是两码事。顾子晨，吃饭了。既没人应答，也没有木头轮子碾过地面的噜噜声。要不你让我把轮椅拿走？劳你辛苦，放给我吧，这轮椅我用的还好，就不劳姑娘辛苦了。肚子不合时宜地发出一阵阵咕噜声。就在秦月熙想着要不要直接动手抢的时候，你想如何改造我的轮椅？反正你放心把轮椅交给我，保准让你满意就是。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得清楚，还急着回去吃饭呢。一个吃少了10多年的人，一朝清醒后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事真的有可能吗？秦家人是否知道真正的秦月熙居然是这样的人呢？你自己一个人哪搬得动这么多猪肉？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大不了我保证听话不乱跑。要走很远的路呢，你就是不想带我去。试试我改良后的轮椅怎么样？刚才我出来的时候，正好顾伯母准备给你送毛巾和水，我顺手就一并给你带过来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你先自己研究研究，若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就等我回来再调。这轮椅真如你所言，极为方便，谢谢。不如留到治好了你的腿，再一并线我顾青青看上去心情极好，甚至还在小声的哼着歌。崎岖的小路似乎怎么走也走不到头，他之前的体力耗费的太多，渐渐开始觉得吃力起来。你背篓里的肉交给我吧，我帮你背着。不用你，我能行。动作再不快点，我们就要被大家落下了。顾青青还是涨红着脸，把自己背篓里的肉都交给了秦月熙，可他的脚下却依旧如灌了铅一般，每迈出一步都很沉重，但他也没喊过一声苦和累。这里人多杂乱，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别乱跑。我就跟着你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正宗野猪肉，鲜嫩肥美，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！小姑娘，你说这是野猪肉，谁能给你证明这是野猪肉啊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拿家猪冒充的？听说那玩意儿比人熊还厉害，可不容易逮着了呢。但是嘴边呲出的雪亮獠牙就是家猪所不具备的。一个野猪头，那只能代表这头是真的，可这些排骨、里脊、猪蹄子之类的，谁敢保证就一定是野猪的呀？你怎么就能保证这些肉就不是野猪的？至少我还有个野猪头能证明。你呢，就长了张嘴啊！你这小丫头，那你这个老爷们儿怎么不去找别人的事儿？我卖个野猪肉，你可以怀疑真假，但不能胡搅蛮缠。怎么柿子就挑软的捏？若是那边猪肉铺的屠夫大叔卖野猪肉，你去找个茬试试。我看人家小姑娘说的在理，这野猪头也得有地儿买去
不是？谁还不知道陈二流子是个什么货色？偷鸡摸狗、撬门摸锁，什么缺德事儿他不干呢？怕不是看人家2个小姑娘来卖猪肉，就动了歪心思，想要白占便宜吧？嘴那么一张一闭，这就真的成了野猪肉？你们见过哪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出来卖野猪肉的？既然你说我是骗子，那你可敢随我去见官？若是我用家猪冒充野猪，便心甘情愿蹲大狱；但若是你红口白牙、信口雌黄污蔑我，别怪我跟你不依不饶，定要讨个是非公道。说得好，像你真敢上公堂似的。各位叔叔婶婶、大爷大妈们，我们就是山脚下那村子里的，一打听都知道，保证不会错了各位的银钱。我信这丫头，丫头给大哥我称上3斤上好的精肉，钱不是问题，我这就买了，去那边酒楼让他们给做来下酒吃。那2杯篓满满的猪肉，几乎是在瞬间就被抢光了。点个订阅吧。你是想要买些布做新衣裳吗？你也挑一批喜欢的，月西姐送你。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下面的话，只觉得身后的背篓被人用力的推搡了一下。哎呀，这筐子上是什么东西啊？黏糊糊的，臭死了！道歉。好狗不挡道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？挡了别人的路，你还不赶紧道歉？暖春，让他们赶快把路让开就是了，2个村姑而已，跟他们说得清楚。你说谁是村姑呢？浑身脏兮兮的，还一身臭肉味儿，说你们是村姑，那都是抬举你们了。快滚开吧，小心你身上的油把布匹都弄脏了，你可赔不起。好好的人你做不好，做条狗倒是尽忠尽职的很。养狗不教就成了恶犬，出口伤人就该打。当主子纵犬伤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你说谁不是好货色呢？秦月熙忽的抬手一用力，就听得啪的一声脆响。你还自诩是什么闺阁小姐？你爹娘没教过你不许用手指人？当众出丑的羞愤让他几乎失了理智，又见到自家小姐挨了骂，顿时一股热血上涌。这现世宝来得还真快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还有衣服穿，用不着买。不仅有你份，顾伯父伯母还有你哥都有份，是挑花眼啦？我帮你。秦月熙不是说要攒钱好离开的吗？那怎么还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啊？接下来秦月熙不仅采买了米面粮食，还有各种调味料，甚至还在杂货行中买了许多的生活用品。大叔怎么卖的？我只是想要看看，我不想要的，真的我不想要。为了顾家已经买了太多东西了，你去挑你最喜欢的，不然就当是你嫌弃我的礼物啦。顾青青原本还想挑那只最便宜最简单的，不是跟你说了拿你喜欢的吗？这么不坦率可不行。还不错，回程的路费是足够了。难道走回去还要花钱？村里可是有人赶了牛车来的，回去的时候花上2个铜钱，拜托他们帮着把东西捎带上不就行了吗？对方昨天才从他手里几乎是白送一般得到了野猪肉，加上还有2个铜钱的车马费可以拿，当即就一口答应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车上人都满了。他原本还打算多捎带一些人回去，顺便多赚点车马费呢，才2个铜钱啊，他真是连肠子都会清了。这是谁的东西啊？堆了满满一车，都不知道给别人留点地方吗？你看我们拿的东西也不少，不能跟着你的牛车走，那我们要怎么把东西给搬回去啊？不是吧，这些东西都是老顾家买的。没错，顾家媳妇儿，你这么办事就不地道了吧？这让其他的乡亲们怎么办？这辆牛车可是为大家无偿提供服务的吗？车马费是必须要给的，你一个京城来的人，居然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啊！你怎知我没有给过车马费？未经求证便大放厥词，以你之心夺我之腹。他给了2个铜钱。众人一听尽皆哗然。哎呀，老顾家现在可是抖起来了呀！娶了个京城富人家的媳妇儿就是不一样，之前穷得叮当响，这儿媳妇一过门就又是肉啊又是米的，还买了这么一堆物事，可比我们这些人过得舒服多喽。瞧瞧人家的媳妇儿，大模样俏的，也亏得老顾家那儿子生得好，别看贪了，照样伺候的这小媳妇儿掏心挖肺的照顾着。这种小娘们儿不就是看脸吗？哪儿懂得真正男人哪里好啊？越来越不堪入耳的话引起一阵阵轰然大笑，顾青青听得满面通红。不许让说我月熙姐，谁会把一个小丫头的抗议放在眼里？你现在还叫她姐呀？不是该改口叫嫂子了吗？莫非你哥不仅是贪了，就连那里
姐。男人应声倒地，人已经直接晕死了过去。嘴贱的人活该，这一点没人有意见吧？舌头不想要了，我不介意帮个忙。搞得好，让他嘴贱不要脸。大家就是笑笑，也没什么恶意。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毛还没长齐，就想着替人出头，也不看看你自己有几分底气。他们一致调转了矛头，针对顾青青，真是让我看了一场好戏啊！刚才七嘴八舌说话的人，立刻又把嘴巴闭上了。刚才不是都很义正言辞，说得很欢吗？你们倒是都有一把年纪，却不如一个小丫头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，只是哄笑没有议论就没错了是吧？捧臭脚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我们也算青青的长辈了，说他两句怎么了？我秦月溪脾气不好，惹我护着的人就是惹我。刘大哥，如果没有什么人想要搭顺风车的话，咱们是不是该启程了？天色已经不早了。顾家新娶的这个媳妇儿看着娇滴滴的，却不是个善茬，这哪还是个精致美丽瓷娃娃样的人啊，根本就是一个魔头煞星嘛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顾家媳妇儿，婶子看你买的这些东西，怕是你跟青青两个人回去后也办不过来吧？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就该互相帮衬着些。刚才有些人说话是混账，咱们该打该骂的过了也就过了，这一张嘴里牙齿还时常磕嘴唇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么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有人帮把手，只是不知道找谁来帮忙好。还真有几个人挤上前来，表示愿意帮他一把。月溪姐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顾家媳妇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不管其他人如何，我们几个都知道你是个好的。老顾一家人也不错，就是之前享受了荣华富贵，招人嫉妒了罢了。但凡有个什么需要的，就尽管开口，咱们只要能帮的，定然会帮到底。昨儿个就成了你一个大人情呢，哪能翻脸就不认账了？咱们可做不来那种事儿。哥，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，要不你回去帮娘看看这东西都放哪儿比较好。谁说他是凑热闹的？现在轮椅被我改造过了。哥，你快试试让我看看。合着这小丫头把她当成热闹看了，所以皮又在痒了。这米袋子那么沉就压下去，只会伤上加伤。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的腿了？顾家媳妇儿，是我没注意，这不看刚才你相公搬那些调料啊什么的，一点都不碍事儿，所以就自作主张了嘛。你们小两口可别为这件事闹别扭啊。顾子晨有心想要解释一下，他没有跟秦月熙在打情骂俏。日后若是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，只要能做到，一定不负所托。顾家媳妇儿客气了，大家都是乡亲，互助是应该的。就不要这么客气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爹，你看看家里这些东西可都是月溪姐给买的，她还给我买了糖人。咱们村里有些人嘴巴可真臭，居然开哥和月溪姐的玩笑啊！好了，青青，你来帮我搭把手吧。虽然顾青青并没有把话说完，但顾子晨却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未尽之意。五落平阳被犬欺，现在不管是人是鬼，都能踩他顾子晨一脚。月熙啊，你给家里置办的东西够多了，这可怎么使的？银钱赚来不就是为了花用的？能用在刀刃上，总比肆意挥霍了强啊！你要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就把这些都当成是我在这的借宿费。是伯母心思小了，这可是月溪姐亲自给你挑的颜色啊！娘，这会儿做新衣服我来帮您吧。你不是总想让我把女工练好吗？这不，这机会就来喽！难得你有这个心思，娘一定会好好教你的。女工手艺好也是可以赚钱的，她现在迫切需要帮着家里多赚银钱补贴，替爹娘分忧。娘，您先帮我把数据量了吧，我想回房去默写一下文章。娘，您看看我画的，总觉得是哪儿不对劲。哥要量体，那不是还有月溪姐姐吗？你好好跟着娘学，不许偷懒。知道啦。秦姑娘若是有事，那便自去忙吧。等我娘和青青空闲下来，再来量身也不迟。肩宽臂长胸围都好说，但身高和腰围，你若是站不起来，躺在床上也是一样能量身高腰围。这简直是在赤裸裸打他哥的脸啊！早知道他就乖乖去给他哥哥量的数据记下来，也好过现在气氛变得这么僵。秦姑娘莫非以为顾某的腿伤是装出来的？轮椅也是
是因着好玩才天天坐着不肯起来的吗？你是腰间和大腿受过重伤，伤愈之后便不良于行，长时间的走路站立自然是不行，但是若有支撑的话，短暂站一下又是什么难事？你伤成这样，尚且天天不忘继续锻炼身体，不要连站起来这3个字都听不得，我怕再有什么手段也不能让你站起来。顾子琛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半晌之后，情绪总算平复了些。他双手握紧轮椅两侧的支撑杆。子琛，顾父鼻子一酸，若不是因自己被奸人所害，连累的儿子身受重伤，也不会使得他落下残疾。现在可以聊了吗？那我们就先从量腰围开始吧。一股似有若无的幽香扑入鼻端，身体在一瞬间就紧绷起来。有没有碰到你的要害？顾子琛下意识地向后一缩，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，站稳了。这样公然的搂搂抱抱，虽然在夫妻之间是可以的，秦月熙对自己顾家儿媳妇的身份并不认同。顾子琛脑中一片空白。顾子琛，别告诉我你的手臂用不上劲啊！亏你还天天锻炼呢，就只能撑这么一会儿吗？顾子琛也如梦初醒般再度站稳了身体。你放手吧。好了，你可以坐下了。姜宽少从身后量的，就现在顺便量了吧。你也听到啦，就再坚持会儿吧。下意识的又挺了挺脊背，明明是一个聪慧能干的孩子，怎么当初就是个痴傻的呢？这10几年他在那个侯府里又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想想就揪心的很。该不会原本他就不是个痴傻的吧？顾家4口人并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服用下了什么宝贝，他们只觉得秦月熙做的饭菜美味可口，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也一日比一日充沛起来。顾伯母，明日我想上山转转，那山上有野猪啊、人熊之类的，可危险呐。咱们守着这么大一座山，山里可全是宝贝，什么山珍野味、草药灵芝的都能采回来卖钱呢。没个人在身边照应，这万一出现什么事儿，都没个能搭把手的人呐。我要进山去看看，能不能找到我所需要的药材。采药的时候呢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呢。要不你们就在附近看看有什么药材。只在大山外围不深入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心清就别跟我进山了，一来留下来帮着顾伯母做衣服，二来进山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方便行动，不然还要照顾你，我怕到时会无暇分身。第二天一早，你说这么危险，要我说你还是别去了。我能照顾好自己的，保证不会出问题。在山里走哪儿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危险可多着来。我上山原本就是要轻装的，再带一篮子食物，那不反而成累赘了？那你也不能不带吃的呀。肉包子、大馒头，还有这个鸡蛋我也带着。秦姑娘，请留步，我这儿有些昔日里用来防身的武器，你若不嫌弃就带着吧。2副可以扣在手腕上的皮质护臂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他就算是有了远程的狙击武器，甚至还可以靠着它飞檐走壁。好一把宝剑！你们被贬的时候就只有一身衣服穿在身上，相府里的东西连1文钱都没带出来，那你这武器是怎么被你带出来的？我当时受了重伤，恰好被我一个朋友救下，与我爹娘和妹妹并不在一处，这2样武器便留在了他身边。我那朋友提前派人赶来这边故居，将2样武器埋在屋后，但是你被送来后，我便去挖了出来。是因为我的出现才去挖出来的？景安侯府如此羞辱我顾家，我岂能忍气吞声？那就谢谢你这番心意，我会好好善用这2样武器。想必顾子琛送他武器，除了真是为了他的安危着想之外，怕是也存了几分试探之意。他这么谨慎倒也没错，换路也会百般试探。能看到的药物都采了些，扔进背篓后，被他收进了手镯空间中。如今在这茫茫大山中四下无人，他自然是不怕会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。不仅是能把那些死物件收纳起来，甚至连活物也可以。或许他能在手镯空间里划分出一片空间来，然后抓些山中的野物养在其中。这一路走来，他又用袖箭射上了几只肥美的野鸡野兔。忙忙碌碌之间，时间就过得特别快，每次进出空间都是在原地出现，而在空间中看不到外面的情况。这一趟进山可算得上是满载而归。顾家媳妇儿，顾家媳妇儿，月熙姐，月熙姐，你在哪儿呀？月熙啊！秦月熙一愣，他早就习惯了孤身一人，不管来去，从没有任何人会牵挂他，更不用说还会有人冒着危险出来找寻他。你终于回来了，
你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只是走得远了点，回来的就有些迟了。你都不知道娘亲都急成什么样了，你说说你还让不让人省心？好了好了，亲亲，找到月溪就好了，乡亲们也跟着受苦了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之后再说。对不起大家，让你们担心受累了。人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，顾家还有人等着他们回去呢。你可吓死我了，这手怎么了？怎么还擦破皮儿了？让你们担心了。他请神一天，怕是也累极了，还是让他早些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等明日再说。咱们快回去吧。背篓给我。你现在算是把轮椅的功能都摸透了。归属感这3个字，秦月溪的前生从来没有体验过。擦把脸，再把手好好的擦一下，就吃饭吧。这么晚，你一定也饿坏了。我这回进山收获颇丰，你看看我都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。顾青青拿出什么东西来都要惊叹一番，而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你这是走出去多远才会弄回来这些东西呢？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啊？不算远，顾伯父，如果走得太远，今晚我是不可能回来的。我找到能治疗你腿上的药了。要不以后还是别进山了，太危险了。我还是多接些绣活儿，虽说没多少，但至少安全。你这样孤身一人出去，现在能安全回来，是真的。我不会贸然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之中的，您就放心吧。父母这才想到，秦月溪最后还是要离开。如果按照自己所说的，只靠女工来补贴家用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秦月溪的路费？月溪姐，你进山不带我就算了，怎么这进城还不带着我？你不帮着顾伯母做衣服啦？要的。荣祥药行是县城里的老字号之一，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实力算是相当的雄厚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这不言不语的就往里头走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来卖药的，看这下面都是些普通的药材，想必也收不了我背篓里的东西。小小年纪，口气倒不小，那你就把东西拿出来让我看看。若是不够标准，这2楼怕是你也上不去。你是负责2层的伙计，还是能最后做主拍板的掌柜？我就是大堂负责接待的伙计，这跟我让你拿出来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品评鉴定我带来的东西？要是因为你的资格不够，损坏了我东西，凭你可能赔得起？这位姑娘，我是2层的管事，您可以称呼我一声任掌柜。我们伙计态度不周，还望多多见谅。不知姑娘可否把你想要卖掉的药材拿出来，让在下看看，也好帮你大概估摸个价位。他只揭开了一个边角，露出几根细小的须子来。这是山参。这山参越是有了年头的，在挖掘和保管的时候就越有说的。我现在也只能给你看这么多。那姑娘就请随我来，咱们去楼上的药房中再细细来看。还杵在这里做什么？让你们主管去领发，去后面拣选药材去吧。这位姑娘，还不知道你如何称呼啊？我姓秦。我能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怀里抱着的那只参是从哪儿得来的吗？这一背篓的药材都是从大山里得来的，这可是极品的100年老参啊！容我向我们掌柜的汇报一下，由他亲自前来处理。秦姑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刚才我听任掌柜说了那件事情的全过程，是下人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冒犯了你，还望多多见谅。我的这只参能卖多少钱？这只参可是要以黄金来计量的，这一点想必姑娘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吧？我是采药人，自然要关心各种药材价值的，否则卖得太亏，那我进山搏命一番的艰辛危险，岂不是白白打了水漂？小店虽然是100年的老字号，在定价上实在是有些……难不成你也决定不了，还要再跟谁汇报一下，或者把管事的都召集起来商量一下？若是去个更繁华的城池，说不定卖出去还更痛快些呢。秦姑娘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不知道这样的药材，姑娘手里还有多少？既然都是要拿出来
钱卖，那不如就打包一并卖给小店。老朽在此跟姑娘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极为满意的价格。只是一只人参就让掌柜的为难成这样，更别说还有别的药材，又谈何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？这只人参我给你出价100两黄金，你看行吗？100两黄金足够顾家人舒舒服服做个富家翁了。能够给到他这个价钱，就说明价格还有上浮的余地。他才深入了没有多远，就能挖到这样一只极品的人参。行吧，100两就100两。他每拿出一样，白发老者的呼吸声就沉重几分。这些药材我们全都收了，姑娘可愿都卖给小店？掌柜的是个爽快人，我自然也不会矫情。那我们就来好好谈一下价格吧。这回还只是卖了一部分药材而已，就让他直接翻身暴富。他现在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两眼一摸黑，在茶馆坐了会儿，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顾伯父，有件事我先斩后奏了。我看咱家的房子年久失修，多年没有住人，怕是早就要朽坏了，所以我顺便从城里请了2位师傅来给看看，预备着这就动手把房子给修整利索了。方圆100里属他们的手艺最顶尖，价格又公道实惠，便请了跟我一起回来看看。这得需要多少银钱啊？这怎么使得？钱这方面您不用担心，我既然能找到人来干活，就必然不会在钱这事上出什么娄子。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，其他什么都不用您操心。他看顾父顾母都没有反对的意思，便当场拍了板。说是银钱不够，我那把宝剑也能卖得些银子。你那宝剑我拿着防身挺好的，能帮上你的忙就好啊。这房子都修成这样了，也难为东家还能继续凑合住下去。这是老宅子，也有数十年里未曾住过人，所以就难免简陋了一些。东家，老臣我对您负责，这话我就直说了。这屋子没有什么修的必要了，想弄好那就直接推倒重来吧。修葺房屋跟重新盖一个完全是两码事，在费用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那就重新盖一座好了。我记得村里富户周家还有一套宅子闲着，不若我们先租下来，略略打扫一下是可以住人的。这边呢就加紧工期，把新宅子起了。我将大家召集起来，说一下此事吧。顾伯父，这个你拿着。那顾伯父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手里那沉甸甸的何止是一袋子银钱，还有一份怕是今生今世也还不完的情谊了。他们这样的一家人反而成了秦月熙的拖累。顾子辰来到村里后，第一次主动出门跟邻里之间走动，有那胆大的也不惧他一张冷脸。顾家父子的登门拜访让周家人大出意料，若是在以往，他们是不会正眼看这父子二人一眼的。只不过现在顾家多了一个秦月熙，好歹人家是高门大户里出来的，得罪不起。老顾，你说你想租我家的宅子，该不会他想诓了去白住吧？周兄弟啊，我顾某人若是没有银钱付你的房租，也不会舔颜登你的门，还请你放心。当着他的面儿还敢试图去羞辱他爹，简直找死。周兄弟啊，我是诚心想要租你家那座一进的宅子，月租也好商量啊。租给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你只要能付得起房钱，那都好说。也不知道你是要租多久，但是我家这房子非一日12个铜钱不租，我可是童叟无欺，看着咱们是同村乡亲才给的优惠价。12个铜钱还是优惠价？县城同样的一进宅子，市租才不过10枚铜钱，吃相不嫌太过难看了吗？不，兄弟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在这村里村外走走看，但凡能找到第2座比这个更好的，我就是免了这房租，给你白住都成。这不是你也求进图个方便？周兄弟啊，若是我不租你的宅子去县城，无非也就是稍微远了一些，这银钱给谁都是赚，那顾某也就不强人所难了。那行吧，就1日10枚铜钱租给你，再少不行了啊！还要看在同村乡亲的份上给予优惠，那优惠的部分又在哪儿呢？不若咱们这样，每日8枚铜钱，我们的租期则是至少3个月起。真的至少3个月起租吧？这可是要写入契约的，可不能诓我。自然有朝廷律法的约束，你还怕我们跑了不成啊？咱们这契约还是要照村里的礼
理证来见证一下的。这样就最好不过了。看看人家老顾给儿子娶的这房新媳妇儿，真是娶对了。这才过门几天呢，不仅能吃饱穿暖了，还能把那破房子也给修好了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给你家儿子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。要是能得了哪个富家女的青睐，你家也能跟着咸鱼翻身，靠着媳妇儿吃香的喝辣。怎么，你们都怕了那个姓钱的娘们儿？再说了，我又没说错什么。岳西，你瞧一瞧，这文书是我拟，只有最后一条是那周昌平要求加上的。那宅子要怎么租，还有明儿的建材用料要怎么挑，那都是您拿主意就好。我正在准备外敷用的草药，顾子辰的腿伤越早开始治疗效果越好，我预备着今晚就开始着手给他治疗了。子辰的腿是大事，其他的你全部都不用操心，都交给顾伯父就好，只求能让子辰，只要他能好好配合我，就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。明天去选建材，我也去。要先看看你今晚治疗的情况。你是大夫，我听你的，你需要我怎么配合，我就怎么配合。伯父来帮你拎着吧。等下你帮子辰治疗的时候，有什么伯父能够帮得上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您帮着顾子辰把衣裳换了，穿得宽敞轻便些，到时候治疗完毕，帮他擦擦身子，注意保暖，别着凉就好。顾子辰左侧后腰处一道狰狞的伤疤，自右肩处横过整个肩背拖下来，若是刀口再深一些，几乎就要将顾子辰整个人给一刀两断了。现在还会疼吗？治疗还会疼吗？现在来看看你的腿伤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神经受损想要能治好，必须得有好药滋养，治疗的时间可能会比预期稍微长一点点，但绝对会让顾子辰最终站起来的。就辛苦你受累一些，帮子辰一把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会不会疼？会不会很凉？不疼，但是会有股凉气在后腰和腿上流动。结束后，秦月心又将提前准备好的草药泥均匀地涂抹在伤疤处，用布条裹紧。秦姑娘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送2位师傅回去之后，就去买了这些绳子，您看看合不合您的要求？月性还不错，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就要辛苦你了，李师傅。您是东家，我是受雇于您的，哪有什么辛苦不辛苦一说，自然是要做到让您满意才好。顾大哥，等下我要去看一下昨晚治疗过后的效果，稍等会儿，我帮你把药给擦掉。我自己来就好。月西姐，你刚才叫我哥什么？顾大哥？你哥让我这么叫的，我觉得是比直呼其名要好些。哥，你让月西姐叫你什么？让他跟你一起称呼，上吧，你挡路了。那是你媳妇儿，你让她叫你哥，你气死我了！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丫头操心了？顾青青这小丫头心里居然打着把她变成真嫂子的主意，感觉你伤口处的肌肉比起昨日来没有那么紧绷了，确实好了很多。那吃过饭后就可以进城去了。顾大哥只要注意一下，这段时间内不要让你的腰和腿太过使力就好。我跟我兄弟的手艺都是我爹教的，我娘他们是做家事的一把好手。想着你现在要搬新宅子，收拾东西需要人手，我爹就说让我娘他们来搭把手。只要活计做得利落明白，这钱给谁都是给。这样中午就得好好的张罗一顿饭了。主家，我们是自带了干粮来的，您就不必为此操心了。周家的宅子平时偶尔也会租给路过的旅人歇脚，你就放心，把宅子交给我，保证今儿一天就把这儿给您收拾的妥妥帖帖的。那行，老顾家这回真的是鸟枪换炮了，居然是盖新房子。我就说嘛，他们怎么忽然之间去租了老周家的宅子了？想着是夏季来了，防备着屋子被大雨给冲垮了。咱们呢，也就只有羡慕眼馋的份儿喽。老顾家的，我看你家今儿这么热闹啊，一趟又一趟的，这拉的都是石头木料的。你家这是要盖新宅子呀？是啊，荒了几十年没人住，之前还能凑合着，眼见着夏天雨水多了，再不拾掇就容易出事儿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村里人有可多羡慕你们老顾家都能盖成新宅子了。哎呀，我家若是也有这么一天，我还不得做梦都笑醒了。这些人还真的是八卦，不要在人背后议论。姑母一向对人温声细语，难得有说重话的时候。青青，那女子的相公对我顾家还算亲厚，之前帮着搬东西，忙前忙后的。哥，你怎么还带了几条狗子回来？买的东西多，需要买几条狗。
是该买几条。几条大狗始终离他远远的，甚至在看向他的时候还会微微夹起尾巴。陆子晨若有所思。月西见这些狗看着好凶，但是都好听话，你也过来摸摸看。也只顾着玩，还不帮娘亲做饭去。哦，这边的宅子已经收拾出来了，随时可以搬过去。明天我跟爹还要再进城一次，还有些事情没做完。你的后腰和腿怎么样了？还好，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狗子不知何时围了过来，对秦月溪悄悄地摇起了尾巴。子晨啊，这几条狗够不够用啊？这儿守着大山，晚上会不会把什么野兽给引来啊？什么样的野兽敢进了咱家院子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半夜时分，隐有破空声传来，不知打中了什么，只听得一声闷响。吵醒你了？你处理完啦？不是什么大事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睡吧。月溪又起得这么早？早上的空气很好，就是呼吸一会儿都觉得浑身轻松。秦月溪之前10数年的岁月都是在一片混沌痴傻中度日，他的早起绝不意味着会是什么好事。顾家婶子忙着呢，今儿我们家要搬去那边的宅子，就有些闹哄哄的，说是吵着大家了，还请多担待些。搬家可不就是闹哄哄的，谁也不会跟你计较这个。我看你家人手也不够，要不我来给你搭把手吧。前几日我们就找好了搬家的帮手，我们家也没有多少东西，就这几位师傅多走2趟也就搬完了。哎呀，是呢，瞧我这眼神儿。陆婶子，你又来串门子了，真不巧，今儿个我们要搬家呢。我还想着能帮一把来着。这事儿也是巧了，我们请来盖房子的师傅，家里的媳妇儿和儿媳妇儿也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，昨儿才帮着把租的那个房子收拾出来，就说今儿帮着搭把手搬家。这一家子齐上阵的，工钱不能少拿了。也就是你老顾家人都心软，给应承了。要是换了我啊，可不能轻易就答应喽。杜婶子，你刚才不是去给顾家的人帮忙去了吗？怎么人家没用你啊？那幸灾乐祸的语气像是在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。有本事躲在人群里，没本事露出你的脸来，还是你根本就没脸也见不得人呢？哎呀，杜婶子，别气啊，那嘴欠的，你值当跟他一般见识吗？老顾家这是准备自己搬呢，还是说那么多好东西这几日里就挥霍光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可搬，所以才不需要咱们大家伙帮忙？人家早就找好了帮手了，不差钱。玉溪，这才隔了几天，你又要进山了。上次就不该让你单独进山的，那次侥幸没出什么事儿。事后我怎么想都觉得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钱的问题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不能把养家的责任都推给你。我跟你顾伯母都有可以养家的本事，火腿虽然废了，双手还是好的，自然也能够找到我能做的活。你别去了。我上回进山呢，采到了几株比较珍贵的草药，当时药行掌柜就跟我说过，若是下次还能采到这样的草药，务必要卖给他，这也算是有个固定的买家了吧。现在正是需要趁热打铁，把这份关系巩固一下的时候，所以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吃饱了就想回房了。一碗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饭。玉溪啊，子晨也是担心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吃的东西我晚饭时都给带出来做好了，不必再麻烦一早起来准备。那就依你。我原本还以为第一个疗程要持续的久一点呢，现在看来治疗效果好的出奇。这么快吗？秦月溪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灵丹妙药，才会让一个受到重伤瘫痪的人出现这样神奇快速的治疗效果？正好顺便看看能否找到第2阶段要用的草药，这样就又可以节省下一笔开支了。说者无心，故事父子2人却听者有意。好家伙，难不成古时候森林中的猛兽都是巨兽？秦月溪又低头看了自己的腿一眼，在他左小腿上留下几道肌肉翻卷的狰狞口子。想狩猎我，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这么巨大的一头火，就算是要跟几家人一起分，也能卖出不少银子。月溪姐，你家回来的可真……天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，月溪姐受伤了。秦月溪只想着尽早带人进山，全然忘记了自己受伤这回事了。怎么就伤成这个样了？我没事，顾伯母，真的没事。我腿上的伤不要紧，就是看着好像挺吓人的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疼。今儿猎到的东西我自己搬不回来，要是没人帮着就真浪费了。
去把你爹和你兄长都叫回来。啊，青青，你先别忙。青青，你快去！这件事儿绕不过你爹和你兄长。月溪，你不能任性，这么重的伤对我们而言就是大过天的事，再有什么事都要往后放一放。秦月溪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顾母那副老母鸡护崽子的架势，但心里却是又酸又软。伤口能遮住，但血腥味可遮不住。顾子晨是从尸山血海里趟出来的人，对血腥味极其敏感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有时间问我，倒不如说说你是怎么回事。他就该对他进山这件事情反对到底。我进山采药，遇到猎物太大自己搬不回来，想着回来找人一起帮忙，结果没人帮我。你说我怎么了？你别对月溪那么凶。哥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月溪姐发火？还受了伤，你没看到她流了好多血，回来还要是要被你凶的，你真是不讲理。至少等我把这回进山的收获带回来再说，否则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。说是连命都没了，有什么收获都没有用。顾父安排好了老宅子那边的事，匆匆的赶了回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希儿的收获太丰富了，我自己搬不回来，又舍不得就这么扔了。您想想村里有什么跟咱们家走得近的乡亲，需要来大家一起帮个忙，也顺便跟着分享一下。顾伯母，我记得你也有走得近的人家，能出个灯笼火把绳索扁担的，也可以跟着分一杯羹。你来求助是因为你猎到了一头巨虎？就是这么回事，时间宝贵，咱们早点进山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顾家大侄子，别说叔叔说话不好听啊，咱们都是过来人，知道你心疼媳妇儿，但你现在这样进山就是个累赘。别说抬头巨虎回来了，我看得先把你抬进抬出。一路上我早就做了标记，咱们现在就出发，加快脚程，争取天黑就能出山。我会快去快回的，有大家在，你们就不要太过担心了。也是有自己的思量考量，旁的我也不说了，你千万要保重自己。您放心吧。你带的那几个皮囊里的水，是不是给我疗伤时添加的水？是不是被他发现了？只有在你添加过凉水之后，我才会产生那种先冰凉后灼热的感觉，所以我判断问题应该就出现在那水上。那水是有些神奇的治疗效果，所以我才会带上防身。现在能让我走了吗？千万小心珍重。顾家媳妇儿，这都是你做的？颇费了一番功夫，但总算是得手了。顾家媳妇儿，你流血了。之前受的小伤，可能是伤口又崩开了。这还是个女神吗？这是个女战神吧？虽然之前他们也曾听秦月溪说过，她能制服这样一头巨虎，最主要的还是得靠麻药。就是一只猫咪也不会呆呆的站在那儿不反抗，更何况那还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巨型老虎。他们是彻底被震撼的心服口服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！你快坐下来，好好处理下伤口，这腿上可马虎不得。那行，都看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把猎物处理了？是都想在山里过夜是不是？李大叔，那虎还是先不要杀了，麻药的效力应该是够将它抬下山的。如果在山里就处理的话，血腥味可是会给咱们惹来大麻烦的。顾家媳妇儿，你放心，带来的扁担根本撑不住巨虎的体重，还是李天启组织人手砍了一棵树，才勉强能撑住。顾家媳妇儿，这是我刚做好的拐杖，你腿受了伤，可不能再使力了啊！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去用吧。小六子，你这就开始拍上马屁了，人家顾家媳妇儿可是有主的人了，你小子可别犯浑啊！谢谢你了，他大大方方的回应了。一路上众人按分好的组轮流替换，总算是趁着天色黑透之前把那只巨虎抬下了山。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儿，可别忘了叫上我们，随叫随到啊！哟，这不是大李兄弟吗？你们这一群人是进山才回来呀？哎呦，这么多好东西呀！顾家媳妇儿也在呀。听说今儿个进山是你张罗的，这么些男人，您若是有哪怕跟野兔一斗的能力，我也很乐意请你进山帮忙。你还不是靠着这些男人？这可是顾家媳妇儿独自猎到的，咱们也是帮忙抬回来的。不知麻婶，你若是跟去了，是去帮忙还是帮倒忙？谁也没理还瘫在地上的麻婶，只是看着一行人背上背的，暗自眼热，羡慕不已。我的伤都已经处理过了，而且也不重，你看这不是没耽误什么吗？我会轻一点的，很快就好。这是我娘特意进城去买来的上好的伤药，你前脚刚走，她后脚就出门了。以后不要再去深山了，我现
现在最后悔的就是答应让你再进山。你看看你这伤，那可是老虎。你好好休息，你跟我出来，不要去闹你月溪姐。带回来的东西得赶紧处理了，还有我们在呢。思辰，娘，还是您回去歇着吧。我看看锅里给他留的东西有没有凉。小伙一直在轰着，伤了腿就好好的歇着。这回我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都给我乖乖的听话啊！适当的运动也有利于伤口的愈合。不信您问顾大哥。那你别走远了，也别太累，早点回来。娘，您有些反应过度了。你没看到他腿上的伤，那可都是为了咱们。即便是腿断了，她也是我媳妇。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哥的意思应该是，如果月溪姐出事了，他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那也不能这么说啊！要是被月溪听到，可怎么好？刘大叔，您稍等下，我问您个事儿啊。尽管问。您这地在什么地方啊？能领我过去看看吗？齐月溪找了一个在村口玩的小童，让他给顾家带了个口信。靠着山脚下能有什么好地呀？都是些石头，想要点肥沃的，都得走得远些。您家的地要走很远吗？咱们村里就没有块好地？咱们村里但凡有些肥沃些的好地，都在稍远点的地方。这粮食啊、蔬菜的都缺，就眼巴巴的靠着老天爷和山神爷赏口饭吃。咱们村一棒的这座山，说是座石头山也不为过。你别看这山上有草有树的，可那大石头也是一块又一块。尤其是咱们这个村，挖地3尺都是碎石头，只有走远些，才能有些种点粮食的地儿。要不是还能进山打个兔子，挖些野菜，摘些野果子的，这日子那可艰难呐。你知道村里的富户周家，原本他家的土地就是全村最肥沃的，可惜老周头去了后留下的孤儿寡母没保住，都被那些亲戚瓜分了。你能看到最好的地，那半数都是周家的，说是我家的，其实也是跟周家租的。一年除开应交上去的租子，也就不剩下什么了。要是在村里买地的话，应该会很便宜吧？咱们村的地可不是什么良田，顾家媳妇儿，你要是想置办产业，这可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。李正手里应该也有几块好地吧？经他的手，或者由他牵个线儿，我想应该错不了。买地这合适吗？娘，有了地，月溪姐就不用再进山去采着草药打猎了，这不是安全多了吗？这地咱们谁会种啊？不会也可以学啊。村里的地大都是贫瘠，即便是便宜买进了，也是长不出什么东西。月溪啊，你怎么会想做这样的亏本生意呢？只要能买到地，我就有法子保证稳赚不赔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好拦你啊。只要不搞得一身伤回来，想做什么去做就是了。早些卖了，早点回来，尽情不要贪玩。也不是出去玩，是去帮忙。好了，快点上路，帮我处理一下。笑什么呢？也不怕摔着。这是我哥做的小玩意儿，他让我拿去帮着卖呢。包袱里装的竹蜻蜓、九连环这样的玩具，怎么样？我哥的手很巧吧？这个9连环你拿着，这可是顾大哥做来补贴家用的。他倒是看上了一把精巧的木头匕首，或许可以找个时间让顾子晨再做一把。这位姑娘，您是来卖皮货的吧？快里边请，二位姑娘请坐啊，喝杯清茶消消手气。还是先看货吧，后面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就不在这儿多耽搁了。那咱们就把货铺开来看看，这简直太完美了，还得烦请您稍等一下，由我们总管来接待您。这张皮子能够卖个不错的好价钱吧？要是卖不出个高价，我倒要跟他们好好理论一番了。一盏茶的功夫后，秦姑娘，若是下回还有什么皮货，还请一定来关照小店的生意啊。还是算了，月溪姐以后可不会进山去了，想要皮货，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。顾青青提出，她还要帮着哥哥卖了那些刀剑玩具，若是一直跟着秦月溪，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了。卖了东西我就去种子店等你，绝对不乱跑。秦姑娘，快里边请，我这就去请主管来。前2天我们掌柜还念叨着说您什么时候再来。这些都是虎骨，这回我来不仅想把这些虎骨处理了，还想换些
其他的药材，而且还想麻烦任掌柜一件事。任某能做到的，就绝无二话。他立刻就亲自带着秦月熙到库房去提药。我听说过凌晨有位巧手的工匠，人称鬼手李，能打出头发丝那么细的金丝银线来，只是我也没有亲眼见过，不过是有所耳闻而已。我们药行在凌晨也有分行，我写一封信给那边的邓掌柜，有他帮您的话，会省事很多。那就谢谢任掌柜了。谁是秦月熙啊？秦月熙还在不在？你是不是有个妹子叫顾青青，惹上麻烦了？东西帮我送到种子店，我先走一步，不装了。若是你乖乖的，哥哥们保证会好好疼你的。青青在哪？别急呀。他没说一句废话，抬手间一枚袖剑已经飞了出去，紧跟着身形一晃，人也跟着冲了出去。不要睁眼，不要乱动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谢谢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月熙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这件事还是回去再说吧。师傅，您就赶着车在后面跟着吧，我带着青青逛逛。到底还是一个小孩心性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脸上就慢慢的挂上了笑容。瞧瞧人家顾家，这找对了媳妇儿啊！不过你也得看看人家顾家以前是干嘛的。老顾家那可是曾经当过相爷的人呐，否则还能攀上这样一门亲。换了你愿意把你家二丫嫁去落魄的顾家呀？算了算了，各有各命，羡慕不来。以后啊，多跟顾家走动着，邻里关系处得好了，还担心顾家有朝一日再得势了，不想着咱们相亲情谊嘛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！听着狗儿叫的欢，我就想着是你们回来了。这孩子怎么一回来就撒娇？顾伯父、顾伯母，其实有个事儿应该让您二位知道一下。顾青青的脸色唰的变得惨白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我没听车夫师傅的话，没让他陪着，就跟着人走了。以后进城我跟你一起去。一凉如水。在临去之前，你要先答应顾伯父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地不管你究竟想要买多少，那地契上都要写上你的名字。你若是不答应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我以后是要走的，地还是留给你们，不然我自己也没法打理啊。在之前老宅推倒重建，顾伯父没跟你客气，毕竟顾家的根儿就在这儿。但是这地我们是万万不能再要了，你就当是顾伯父想要给你留下一些念想。不管你将来究竟如何，这儿总是有你的一份产业，还能有个退路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如果说没有些产业傍身，不会走得很艰难啊。就算是你真有一身本事，也是无根扶贫。你听顾伯父的。如今顾家在村里算得上是焦点，尤其是顾子辰手里还拎着虎肉虎骨，俨然是要去送礼的样子。顾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原本他对顾家的态度不远不近。我想入手几块地，不知道李正手里可是还有富余无人问津的土地要出手，价钱呢全部都好商量，必不让你吃亏便是。难得老顾会主动上门有事相求，正是最好的拉关系的机会。这地呀，咱们村里富裕的不多，不过我自己倒有2块想要出手的，有个20亩的样子。虽然离村稍微远了一点，但是好在土质上好，1年下来也能有不错的收成。20亩地还是稍显少了些，可还有再多些的。老顾也在啊，我这来的是不是时候啊？李全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呢，手里有2块地，实在是不愿意种，打算出手，这不就找您来做个见证，帮着寻个买家吗？这李全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，整这里正事儿不干，在村里招鸡斗狗，就没人不烦他的。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那么多地都是雇人种，也要分去不少收成，算算账还挺亏，所以想着干脆卖了了事儿。李正才不信他说的借口，这分明是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顾家要买地，想着来占便宜来了。别告诉我就是大槐树旁的10亩地。李正您真是个半仙儿，怎么一猜就准呢？谁不知道那10亩地都是石头地，今春老杜家被你雇去翻地，硬是崩坏了人家的篱笆，到现在还追着你要赔偿呢。我这卖地归卖，那还得有人愿意买才能卖出去，是不是？留在我手里也没法种啊，眼看着荒了，那不也怪心疼的吗？
若他实在想卖了那石头地，不如我就收了好了，只是这价钱上嘛。顾家媳妇儿，你怕是没看到那地，真就是石头地，就是白送都嫌赔钱呢。我那几块地虽然是稍稍差了，但你家里人口多，多加把劲儿也能有个不错的收成。谁嫌家里田地多是不是啊？可你那地不值几个钱，这个想必你自己心里也有数。这好歹也是10亩呢，这价钱方面是不是该问问老顾的意思呀？我顾家买地是要归在岳西名下，他尽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必有我的同意。你想把你那石头地卖了，这价就得比寻常的田地低个60%。李生，你还不如去抢算了，低60%都是往高了说了，80%都不过分。我不同意，减了80%就剩600铜钱了，那跟白送有什么用啊？哪来这么美的事儿？告诉我一声，让我也占个便宜。你那破地就是白送都没人稀罕，还真以为谁愿意买呢？顾家媳妇儿刚才可说了，那地他可是要的。若没有更优惠的价格，我又凭什么舍了更好的地买你那石头地呢？你不会是想要言而无信吧？没你的事就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人家正事儿。那就600铜钱1亩，不能再少了啊！600铜钱，那是李正说的价格，我可没说不还价。李全眼前一黑，秦月熙居然还要讲价，这到底是谁占谁的便宜啊？我可没权利替顾家媳妇儿做主。若是实在为难，那不卖就是了，多几亩少几亩都不算事儿，说不定等等还有人把更好的卖给我呢。多少价钱你能接受？400铜钱1亩，不行就算了。好，那就依你。还得麻烦李正您给做个见证，我和李大叔除了要签土地过户的文书，还得加个条件，如实说明在购入时土地的情况，并约定此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再来找我顾家的麻烦。我是诚心卖地的，怎么会去找你的麻烦啊？不想签也可以啊，那我不买就是了。最终在李正的见证下，双方画押，按下手印，那10亩地就算正式性钱了。这是一点小小心意，还望能够笑纳。大家都是乡亲，互助本就是应该的，何必如此客气呢？李正一边说着客套话，一边半推半就的把东西收下。顾伯父，您和顾大哥先去老宅那边吧，我想去看看那几块地。你自己去看那么多地，你忙得过来吗？我跟岳西一起去，有子晨你陪着，我可就放心多了呀。要不让牛车跟着你们？这么大的地方，就算是来回步行，也要走上很久。这轮椅我现在用的如臂使指，能爬山是夸张了些，但是上下个缓坡沟渠的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自己快去快回就好。看来这一处的改造工程可真不小，想改善土壤的质量，首先这些大小碎石就必须先给处理了。果然是农民最辛苦啊！只是2天的时间，他左腿上那几道狰狞的伤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。秦月熙用灵泉水在伤疤处擦拭了几遍，又重新敷上草药泥，现在他已经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了，会继续上药包扎，完全是做给顾母看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娘见你许久未归家不放心，便让我来迎一下。迎一下就迎出了几里之外。走吧，再晚回去就要错过晚饭了。都看完了？都看完了。除了李家的，其他可都还好？都还好。那个石头地，你真有把握给收拾好了？明天我就去村里雇人把地翻出来。你有把握就好，即便不成也不要紧，不是还有几十亩还不错的地吗？后天我要去临城一趟，有几样工具以后要常用的，我需要找人给打造出来。说不然让子晨来陪你走上这么一趟吧，这临城毕竟还是有些远呢。那一个女子孤身走那么远的路，难免会惹人觊觎，还是不用。好，那后天就等我一起出发，恰好我去临城也有些事情要办。那就一起去。你不睡觉看着我笑干什么？你就尽管去使唤我哥吧，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，让他多出去走动走动，不是很好啊？快去睡觉。我哥就是坐在轮椅上都能一个打10个，又能保护你，又能当苦力，还不会拖后腿，比我可强多了。明早还得早起去地里呢。相公，你看岳
月溪他能成吗？这孩子可是从不做什么没把握的事情啊，而且他所决定的事情也少有妥协之事，就让他自己试试吧。顾家媳妇儿，你这又是要做什么呀？这上面的字写的还怪好看呢。子辰兄弟也在呢，来陪你媳妇儿啊。李大哥你真聪明，一猜就猜中了。这不是昨儿买了块地，我想着雇人帮着把地翻出来嘛。好啊，我来。上回还要一起上山的，我也去招呼一招，保准都没有二话。也不问工钱多少，转身就飞快的走了。顾家媳妇儿，我带人过来了，你看看人数够不够？行了，那我就先跟大家说说情况吧。那块石头地，咱们大家都知道，虽然工具坏了包赔，但也耽误事儿吧。我这边也进城再采买些工具来。那工钱怎么算呢？要把那块地给翻透了，可不是一天就能完的事儿。工钱就每人每天15枚铜钱吧，不包午饭。其他工具我会让人在下午采买回来，一炷香的时间后就在石头地集合开工。等等，算我一个。李全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干活啊！你李全能弯腰捡块石头，都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还要去翻地？你这雇人可也没说什么人能来应征不能来应征，是不是？我自个儿的地，有什么情况还有人比我更清楚，雇我肯定没错，能让你少走多少弯路呢？我看你跑了几步就喘成这样，翻地那可是力气活，你还是别受这个累了。我不过是想让你省些事儿，少走些弯路，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呀？我雇人都是身强体壮有把子力气的，干起活来不用人操心。你这跑了几步就要喘半天，要是晕在地里又算谁的？不雇佣你就是不识好歹。不是吧，李全，你还真想着下地干活晕一回啊？那不是要讹上顾家媳妇儿了吗？我还想着他只是站在一边指手画脚，出嘴不出力呢，原来还打着这样的算盘。白拿工钱还能额外再讹一笔，不过是豁出一张脸皮而已。不让你占便宜就是不识好歹，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规矩。你想干什么？好狗不挡路。你骂谁是狗啊？阴阴狂吠。我不会雇佣你，至于你有什么不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家二小子有个兄弟就在农具行当伙计，这事儿就包在他身上了。那就辛苦陈二哥了。那我就跟着走一趟，记得昨天说过还短缺了些料子，今儿就一并买回来吧。这本就是大家的出勤本子，到时候每日签到画押，傍晚时分发放工钱，这样钱账分明，咱们彼此都安心了事。我们先用锄头过一遍，把有大石头的地方标记一下，然后呢再慢慢想办法。那就听你的，稳直些来吧。你不是进城去采买东西了吗？回来的这么快？现在已经晌午，不过是去县城而已，回来也快。擦擦。哦，谢谢啊，也该让大家都歇歇了。那我招呼他们来把工具卸了，你也一样，回家吃饭休息一下。大家过来一下，我也回去休息了。午间休息1个时辰，下午再继续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顾大哥，你也回去吃饭吧，我在这儿再坐会儿。这么多东西堆在这儿，难保不会有贪小便宜的过来顺手牵羊。还是你先回去吧，我跟着牛车颠簸一路，还未消汗呢。此处树下阴凉，恰好让我歇息一阵。我快些吃，然后也来这树下歇凉。西姐，你等一下去给我哥送饭吗？我好像忘了跟你说，我哥早年在军旅中吃苦啊，落下了毛病，不按时吃饭就胃疼不已，要好久才会缓过来。当时也有请过有名的大夫来治，可都没有什么效果。我快些吃，吃过就去换他回来。我哥还得摇着轮椅回来，这一来一回的多耽误些时间啊！你就受累给他送一下饭菜，让他吃了再回来嘛。我先吃完就给他送。似是感觉到了秦月溪的视线，你吃过了再回去吧。目送他离开之后，又开始琢磨起了给地浇水的主意，哪怕周边有一条小溪也好啊。半个时辰一晃即过，明天我要去临城一趟，你们就按照今天的流程，将剩下的7亩地处理完，要翻得够深够透。咱们小子接下来的活该怎么做，保证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。还有件事要麻烦大家，帮着把这2架犁耙和那些工具送去我顾家老宅那边，明日一早你们过去取来用就好了。秦月溪还借着暮色的掩护，偷偷将空间里面的灵泉水滴在地上。顾大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太晚了，爹看你还
还没回家，便让我来寻你。发现他的发丝上也有被燎过的痕迹，那火把头部已经燃烧了不短的时间，而从顾家老宅到地头并不需要那么久。把火把给我吧。今日的进展如何？还不错。看车夫的样子，多少能判断出他下车的本事。这人身材虽然矮小，下盘却极稳，手臂肌肉也发达。他的马强壮有力，必须要有过人的力气才能驾驭得住。这样他下车时必然是稳稳当当的，不仅在速度上能有保证，稳定性上同样不会差。原来挑个马车还有这么多说道呢。再吃点吧，我看你早饭吃的不多。冷不防马车一个急停，小心，师傅，出什么事了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路上不知道怎么多了个大坑，车轮磕到了石头，怕是要耽误您二位一点时间，让我修一修。车坏了，修车需要多久啊？还有多远才能到临城？一时半会儿啊，可修不好，距离临城还有几十里路呢。您不是想推着公子就这样步行过去吧？那你就快修吧。你要不要下来休息一会儿？我就不下去了。没有替换的车轮，就是勉强上路，走不了多远还是会坏掉，到时候情况可能会更糟。那就请人捎口信回去，换一辆车吧。顾大哥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无妨，你决定就好。师傅，你会不会骑马？这在等下个去县城的旅人，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个法子给忘了？人跑去哪儿了？就是从县城再走个来回时间也够了。或许你的疑问要有答案。你快点把东西搬下去，把马也换了，别让二位客人久等。他对那个矮小的车夫吆五喝六的。公子姑娘，久等了啊！这老天磨磨蹭蹭，我说让我先来去送二位去临城，他非说有文书在，不能擅自换人，这不就把时间给耽搁了。我记得契约上有一条，是耽误了客人的时间要10倍赔偿的。既然你打算把这个活接过去，那处罚也是要一并接过去的。马车出现问题也不是小的错呀，是老田，怎么就该小的受罚呀？他原本想着，若是能把这2位抢过来，只是赚点额外的车马费也够了。马车坏了可以算是他的过失，但是他很早就回去传口讯了，耽搁到现在又是谁的错？你若是想早些替他来，自管来就是了，不是也等到现在才来？耽误时间的可不止老田一个。我也是来将换掉的车带回去，送您二位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怎么还没弄好？还要耽搁我们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就好了，这就好。顾大哥，我今晚怕是回不去了，若是你办完事着急的话，就让老田先送你回去啊。我把你丢下自己回去了，算什么事？我连自己进山猎虎都可以，难不成还能被谁欺负去啊？你将来怎样我管不了，但至少现在我在，就不能放你自己一个人。姑娘，咱们文书上签的是当天去当天回，若是有突发情况，可在本地车马行里另先签一份即可。这回耽误了您的事儿了，该负的责任我是一定会承担的。那大坑是凭空出现的，按照你当时的下车速度，能及时勒停马车已是不易，哪里来的责任？我先去办入住，等会儿再去马车行续签文书吧。2间上房，1个通铺。我去车马行对付一晚就行，不用替我安排。你这一晚也是因为我们才会耽搁在这儿，理应如此。我擅自替你做了主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不介意。房费、饭费都从这里出，明日退房时再细细回账。小店的口碑在外，绝对会让您住得舒舒服服，10000个满意的。这位车夫也是跟我们一起的，等下他的饭费也算在我们账上。玉溪，我就在旁边的房间，说是有什么事，你尽管找我就是了。顾大哥，你下午不是要去办什么事吗？不然马车就留给你吧。你拿去用，我无妨的。我自然有我办事的方式，你无需担心。这么好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客官，您这是来卖货的还是来买货呀？我是县城的任掌柜给介绍来的，他说跟你们邓掌柜关系很好那就请姑娘稍等。说实话，求见鬼手礼这件事儿，我实在是没有多少把握。他声名在外，脾气也怪异得很，若是不高兴时，便是黄金万两也请不动他呀。如果邓掌柜实在为难，那就给我指点一下鬼手礼家住何处即可。你既然是拿着他的信来找我的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断没有袖手不管的道理。那鬼手礼前日才从外地回到本城，他平日鲜少接受委托，一旦完成就要休息上很久，闭门谢客，所以我才担心姑娘现在去找，怕是会吃闭门羹。原来是我来的不巧。既然你还坚持着要去见他，我就带你走这一趟，只是成与不成，我就不敢保证。
证了。这是任掌柜托我给你带的东西，还望收好。货真价实的虎骨。任主管并没有在信中提到给他带了什么礼物，他心中暗道，这位秦姑娘出手大方。是邓先生来了。小哥，行个方便，通报一下吧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家先生才从外面回来，这段时间是不见客的。只是这位姑娘远道而来，特意求见李先生，还望通融一下。那我就去帮你们通禀一下，成不成我可不敢打包票。那是当然，小哥你肯帮忙，就很给邓某面子了。秦姑娘，刚才那个是鬼手里收的儿徒，不是一般的下人。不多时，我家先生有请，我家先生说了，邓掌柜还请在前厅喝茶，秦姑娘跟我去后面见他。多谢小哥带路。秦姑娘，请坐。虽邓母的大雅之堂，却也是在下的一番心意。两人这样你来我往的饮了3杯茶水之后，这幅图纸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那纸上画着的这么精妙的图纸，居然是出自姑娘之手，实在是让我有些出乎意料啊。那对能打造出来有多少把握？若说这世上还能有谁有这个能力把你这图纸的东西打造出来，那就只能是我了。公子，您怎么在这儿不进去啊？我也是刚回来，要不要紧？两人几乎可以说是耳鬓厮磨，呼吸相闻，一时兴起就没有注意。顾家媳妇，你回来啦！瞧瞧，这地咱们可都翻好了，可没负了你的嘱托。这地呀，荒了太久都干透了，要想播种，那也得把水浇了，然后再用粪肥和草木灰之类的把地沤上，待到明年开春时薄薄的种上一茬，再继续休养一阵，如是3、4年，也就把这地养回来了。这都已经超出我雇佣大家劳作的范围了，远远超出了。放眼望去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浇透了水。今日的活计到这就已经足够了，大家就早些收工回家吧。顾家媳妇儿，莫非你用不着咱们继续帮忙了？我只是看这地差不多已经浇透了，所以原来是咱们误会了。顾家媳妇儿只是给咱们多些休息时间，可不是不要雇佣咱们了。李大哥说的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待我看过之后，明日再继续开工不迟。只在地头看了一会儿，这2日在外奔波累了吧？回来以后还要直接去地里。月喜啊，这件事情他可急不得，还是你自己的身子骨是最重要的呀。顾伯父放心好了。娘，哥哥嫂和玉溪姐回来啦！也不先捎个信儿，这也没备下你们的饭呢。娘，我还不饿，等下随便下碗面吃些就好了。就是你能对付，月溪也跟着你一起对付，大老远的跑了临城1个来回，不得吃些好的补补啊？就是啊，哥，怎么都不知道心疼人呢？您和顾伯父先吃着，还是我来做点吧。月溪啊，我看你洗了手，还是回房去歇会儿。家里的面和肉菜都是现成的，我和青青的手脚也不慢，再整制出一些饭菜来也不需要多久，你就稍等一会儿就好。月溪姐，你看我先来给你送的水，我哥都没有这待遇哦。挺乖的。吃过午饭后，暗中将空间里的灵泉水掺进了水桶中。在他来打第4桶水的时候，那块地有那么多被遗漏的地方吗？那之前雇佣的人不就是偷懒怠工了？没有啊，晌午日头最盛，一会儿地就干了，随便再浇些水。你自己要浇10亩地，又为何要给他们都放回家休息呢？不过就是见他们劳作辛苦，发发善心而已，还能有什么理由？我还要继续去浇地，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好的一番关心，怎么就被他说成了这副样子呢？月喜啊，你是不是累到了？脸都已经晒红了，你怎么还咳起来了呀？这小子，这么好的机会不赶紧关心一下，这到底在这儿等什么呢？我没事，让您担心了。你呀，也已经累了一下午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这地里的事，明儿交给雇来的乡亲们去做，也不差这么一天。明儿个我准备分一些人去把那几十亩闲置的地给种上，这样也不会耽误了今年的秋收，又能有一笔进项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月溪姐，你这是从泥塘里出来的，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？青青，去给你月溪姐烧些水，让她好好的洗洗。顾父先看到了秦月溪，原本想对她打招呼。秦月溪，你穿成这样算什么样子？你吼什么？我穿的有什么不对吗？别说我没穿错，就是穿错了。什么叫非礼勿视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怎么就吵起来了？怎么了？子辰又惹你了？没什么，顾伯母，我回房去了。娘，我先回房了。这一
咯咯的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忽然，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儿从厨房里传出来。糟了，我的菜！灶台上的锅里冒出了滚滚浓烟。顾母情急之下，将地上的木桶提起来，将里面的水一股脑的倒进锅里。娘，这是怎么啦？您没受伤吧？娘没事儿，就是菜糊了，你别哭啊。不行，让月西姐给你好好看看。顾母只有左手手臂上被热油烫到了一处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受伤。顾伯母，你这几天这边的手臂就不要沾水了，至于提重物或者做饭之类的，也尽量避免吧。有我们在，您可以放心，放手交给我们来做。你就好好歇息吧。顾家媳妇儿，顾家媳妇儿在吗？快救救人吧，出事儿了！林大哥，进来说话。我媳妇儿肚子疼得厉害，可现在还不到要生的时候，现在天黑难行，来不及往城里送了呀。给我拿点东西，咱们边走边说。我陪你走一趟。我自己去就好。林平义顾不上跟顾家人多说什么，只是看着他们，歉意的扯出一抹笑。我跟去看看老林家在哪儿，我也知道，你们不必担心的。我也跟着你去吧，月西姐总会需要人给她打下手的，你又不好去帮忙。你给我老实在家里待着，不许乱跑。又不是出去凑热闹玩，那种地方可不是你这种姑娘家该去的，避讳都还来不及，你怎么还能往上凑呢？可是月西姐不也是姑娘家吗？你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？我又没说错。月西姐虽然是花轿送过来的，可这半路就被歹人给害了，连正式的堂都没拜，更别说不让你说你还来劲儿了，都是让我惯坏了是不是？您看我哥这不紧不慢的，时不时还要惹到月西姐，这样下去媳妇儿跑了可怎么办？你呀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若是还在京城里，你这般口无遮拦的说话，知道会给家里惹来什么样的麻烦和祸事吗？女儿知道错了。他们现在在老家这个村子里已经是重新开始了，脸面还是要的呀。青青，你哥和月溪的事儿，旁人跟着再怎么着急也没用，还要看他们自己。你当月溪看不出你想撮合他们的意思啊？人家要不是还给咱们几分面子，早就翻脸了。月溪是眼里不揉沙子的性子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吗？以后我说话会注意的。林大哥，你媳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还有1个月才生吗？她最近胃口不好，突然想吃些酸的，我就上山给她摘了些酸梅果子之类的，谁成想吃过她就说胃不舒服，更是晚上上吐下泻起来了。先去把水烧上，准备好干净的白布和剪子，若是家里有高纯度的酒，也给我拿2瓶来。秀子他进屋不久，子辰兄弟你也来了，是放心不下你家媳妇儿吧？你先忙着，不用管我。婶子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我儿媳妇还有孙子，顾家媳妇，我要是不成了，我求你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。今晚你是一定会把孩子提前生下来了，但是月份不足，你和孩子的情况都会很凶险。我会准备几片生片，让你含在舌尖下，用津液慢慢润着吞咽下去。在我让你用力之前，尽量保持体力，不要大声尖叫和用力挣扎。你要跟着我的节奏来深呼吸，同时在每次呼吸的时候用力使劲。听清我说的话了吗？婶子，现在产道还没彻底打开，孩子一时半会儿也生不出来，你去给嫂子准备些软烂的白粥，若是有红糖和鸡蛋就是最好了。她需要补充体力，必须要吃点东西。你一定要救救他们母子啊！齐月熙拿起一条布巾，开始给林家大媳妇儿擦汗，有时还给她按摩一下四肢，缓解肢体肿胀带来的酸痛感，尽量让她能感觉好受一点。刚才我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你家相公来了。顾子辰，听我家老头子说，他跟你也就是前后脚的时间来的，倒也是个知冷热贴心的，还是不放心你自己一个人啊。婶子，您先喂着，嫂子一时半会儿还发作不起来，我有几句话要跟顾大哥说一下，等会儿说完就回来。刚才照顾林家大媳妇儿时，手上难免会沾染一些她的汗液和漏下的体液，简单的清理好之后，我媳妇儿她怎么样了？凶险是有的，但我也会尽我所能让他们母子平安的。您可一定要救救他们呀！我儿子他是着急自己的媳妇儿子，有什么冒犯的你多担待些吧。我是有话要跟顾大哥说，库房里有2罐水，你在泡脚的时候记得每次少添加些到盆里，大概有半瓢左右就好。你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给你带回来的吗？
吗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。我既然跟你一起来了，自然还要一起回去的。等下我做完治疗后再回来的时候，你需要我给你带什么过来吗？你好好休息就是，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。这事拖到明天早上，不是应该送往县城医馆更合适吗？那就到时候再说。总之今晚我是要守在这儿的，你没必要一直陪着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刚才阵痛了几次，间隔有多久？就见林家婆媳双双向他看过来，眼眸中都带着一丝惊讶和感激。他们怕是以为他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，没想到他真的守约回来了。只有一次，持续的时间不久，不过才半盏茶的功夫。秦月溪刚回到屋里，顾某有事就先告辞了。自神兄弟客气了，你有事就尽管回去，我们家一定好好照顾你媳妇儿。就这样一直等了2个多时辰，林大媳妇儿的阵痛越来越频繁，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久。这几样草药麻烦给研磨成泥状，要带着汁液的。屋子里的林大媳妇儿已经压不住自己的叫声，一声惨过一声的哀嚎痛呼声传出来，打破了夜晚的寂静。田一，邻居们被吵醒了，你去门口守着，所有人来问就说你媳妇儿动了胎气，这就要生了，还请大家多担待些。子辰呐，输这半天怠慢你了，你可别介意啊。这都不算什么，如果某一天里面那个惨叫的人是月溪，怎么还没生下来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原本胎儿就没有发育足月，如今摸起来位置似乎也有些不对。第一次接生就遇到这种棘手的情况。嫂子，你坚持住，可别现在就把力气都用尽了，等下用不上劲儿就糟了。儿子他的肚皮上推拿着，小心地调整着胎儿的位置。他趁着林氏出去换盆干净的热水的空隙，将灵泉水滴了2滴在林大媳妇儿的嘴唇上。嫂子，加油，使劲儿啊，千万不要睡过去。使劲儿啊，已经能看到孩子的头了。一声轻微的撕裂声响起，随即被嘹亮的婴儿哭声给盖了过去。糟了，血崩！那张本来就失了血色的脸上，更是瞬间就变得惨白如纸。秀儿，这是怎么了？顾家媳妇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婶子，你把孩子照顾好，再给我换干净的水和软布来。一盆盆被端出去的血水也吓坏了等在屋外的男人。我刚才听到孩子哭了，秀儿怎么却没声音了？林氏哪里顾得上回答儿子的问题，在用对了灵泉水的热水擦拭伤口之后，流血的速度明显放缓了。孩子呢？让我看看孩子。这孩子刚才还哭呢，现在怎么就没声了？我孙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像是没劲儿了？他不停地使用海默利克急救法，在几次挤压拍打之后，堵在婴儿喉头的一大团粘液被他猛地呕出来。齐月溪他努力维持着表面上的沉稳，手却在微微的抖着。就是太虚弱了，今晚可能会很危险，我需要一直守着，随时观察情况。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孙子，他才刚出生，连眼睛都还没睁开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婶子，林叔和大哥都还在等消息呢，怕是要等急了，您还是出去跟他们说一声吧。对了，二嫂跟三嫂哪儿去了？要不怎么说就这么巧呢？老二家的昨儿回娘家去了，老三家的干活时伤了腰，现在还在床上趴着起不来呢。将那一大一小安顿好之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老林家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那秀儿呢？她身子如何了？会不会有危险呢？秀儿流了太多血，顾家媳妇说她是身子骨伤到了，这个就要日后慢慢调理才能恢复，别的都还好。月溪她还好吗？你不是回家去了吗？月溪她到底怎么样了？看她精神还好，说是今晚要守着我家小孙子，确定了她没有危险了，才能放下心来。林氏她也是存了私心的，还是觉得只有秦月溪在，他的小孙子才能有一线生机。林婶子，您回去时不要跟他说我在外面，就当我今晚不曾再回来过吧。到后半夜的时候，孩子突然间就抽搐起来，口吐白沫。他将20倍稀释过的灵泉水给孩子喂了下去。东方未白之时，谁在哪？出来！顾大哥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会没回家去自己治疗一下腿伤吧？我有回去，只是路过来看看你这边结束了没。有谁天还没亮就出来溜达，还顺
顺路顺到别人家里去的。每日我都会早起晨练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既然顾子晨在，那他有些防身术之类的就不能显露出来了。这是在晨练，练的又是哪家的拳法？子晨兄弟，顾家媳妇儿，你们在啊？林大哥起这么早，是担心嫂子和孩子吧？他们都还好，在睡着呢。真辛苦你这一夜了。你放心，枕巾我很快给你付了。枕巾不急，倒是我那儿还有几十亩地缺人手。林大哥若是愿意，等你从县城回来，咱们把雇约文书再签一下吧。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都在心里记着，你就看着我们行动吧。林平一知道这是秦月熙变着法儿的在给他赚钱的机会，如今孩子生下来了，却是个先天不足，家里花销翻着倍的涨。顾家这个种地的机会，村里人多少人都在盯着。顾家媳妇，我去准备早饭，你也在我家吃一口，然后再回去吧。他又拿出一串大概有20几枚铜钱，有些窘迫的往秦月熙手里塞。这点钱你别嫌少啊，婶子实在是没法谢你的大恩了。钱我收了，这些就当我的贺礼，希望宝宝能平安健康的长大。这可怎么好啊？林家的地1年下来，收成也才勉强够一家子糊口而已。早饭我就不在您这吃了，家里还等着我呢。等下上路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其他便看大夫怎么说吧。子晨兄弟，接你媳妇回家呢，真是恩爱啊！这天光大亮的还要来接，是怕他在村里迷路了吗？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人家疼媳妇儿不行。你们都没事做了是吗？一会儿我给你们安排些活儿。快点洗手吃饭，饭菜都在锅里热着呢。我去换身衣服，你先吃。我也要换衣啊！瞧我都忘了，我哥刚才回来过，让烧一些热水，问他要做什么也不说。现在看来是要给月熙姐你准备的。顾子晨他给我准备了热水。对啊，月熙姐你先去沐浴吧，我去给你找几件替换的衣服啦。这药呢，1天要服3次，3个时辰一换。您先拿着，我怕我一忙起来忘了，您又不提醒我，所以给您自己拿着，时间到了就换。就匆匆出了门。我叫大家过来呢，是打算先把那50亩地给播上种子，想在夏天最后一个播种期结束前完事，也好能赶上秋天的最后一个收获期。同时，我也打算把那50亩地分租出去，或者你们谁愿意跟我签雇佣文书来帮顾家种地也行，工钱就照比行情高2成。若是做得好了，年末也有红包可领。我跟你签雇佣文书，愿意签雇佣文书的站这边，愿意租地的站另一边。我分别记下名字后呢，咱们就先去把种子给领了，争取下午放工前尽量多的播些种子出来。契约文书和租地文书都需要顾府来拟。对土地的规划是一早就跟顾家人商量好的，还是以粮食为主，留10亩地种蔬菜，由牛车来把种子送到各块地头上去。哥，快给月熙姐送饭去，她早饭吃的就不多，现在肯定是饿坏了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手里却没放开那只篮子。我不是还没吃完吗？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一碗饭哪够我吃的？原本他只是想做做样子，吃啊，不是没吃饱吗？顾青青只能硬着头皮往嘴里扒饭。顾子晨拿起桌子上的公筷，给他夹了几筷子菜，将他的碗堆到帽间。多吃点，吃饱了。在他吃几口的时候，就借故出去了。你呀，就跟你说了，不要去招惹你哥哥，他要怎么做会自己看着办的。现在怎么样？自讨苦吃了吧？你也不要就这样一味的惯着孩子，他可不小了。我哥他并不排斥给月熙姐送饭，再说他昨晚上陪了他一夜，一大早又回来安排热水，他不是对月熙姐一点没感觉的。我那还有些女工的活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秦月熙原本正专注的接着洒草木灰行洒水之事，忽的感觉有道视线投注在他身上，怎么每次他想偷偷摸摸的做点什么，都会那么巧被他抓个现行呢？吃饭了，又麻烦你了，顾大哥，谢谢啊。话语中隐隐带着一丝疏离。你慢慢吃，我去老宅那边。顾家媳妇儿，草木灰堆完，接下来要施粪肥了，这个你就让我们来吧。那上粪肥要沤多久呢？能赶上秋天的收获季了吗？否则到了冬天，作物不就冻死了吗？至少要沤上7、8天，若是凉湿的话，怕是来不及了。种菜收个2、3茬是没问题了，就是怕肥力不够，收成不会很好。之后我会再去县城买些蔬菜种子来，到时候就给种上。村子里最不缺的就是粪肥，但要收集起来沤上10亩地，那个量就绝对不小。他索性一并交给那些村民去做，多出几枚铜钱也不是买不到。哥，月熙姐做了香盘，让我给你送过来。还有事？这
这个也是月希姐做的，还是特意叮嘱我先拿给你的。这图样可是她专门为了你挑选的，靛蓝底色，汤青色的竹林，绿意你是羞羞之竹，其姿风韵，其节也任也。说的不错，看来教过你的文章还没有啊。顾青青，你是打量我记不得娘亲的秀样，就拿这种话来诓我？你好样，本事见长啊！香囊是娘绣的没错，可里面的香料是月希姐调配的，像你这个纹样也是特别挑选的，所以说是她做的也没错。干嘛？我还要赶紧回去帮着月希姐做饭呢。我想到该亲自去跟月希道个谢的，恰好你也要去厨房，就顺手推我一下。谎言拆穿还是小事，万一再把两人之间气氛整尴尬了，他不就是好心办坏事了吗？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吗？你先去吧，我还有事。道谢也不差现在一时。哥，要不我把香囊拿走，省得你看着生气。既然是给我的，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。吃过晚饭之后，这是选择2种雇佣方式的人的名单，您只要2种文书都你出一份，其他的由我来誊写就好。这20多人就要誊写40多份文书啊！你自己一个人根本就写不过来啊！家人都通文墨，各自来负责上一切，相信很快就能够准备好。我也能帮忙的，而且我的字可是娘亲手把手教的，簪花小楷哦。顾青青原本想找个借口让两人坐在一起，结果被顾子辰警告的瞪了一眼，只用了大半个时辰就誊写完毕了。明日会跟他们正式签订文书哦，当然还要在李正的见证下才好。我再写一份授权文书，这些地全部都是由我来代为监管，并没有买卖权。这文书是1式3份，你手里1份，我和李正的手里各1份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明日还是要将大家都集中到李正家里去。那么今晚是不是应该提前拜访，把情况说明一下？是该如此啊，否则一早20几号人一拥而至，任谁也是会摸不着头脑的呀。那子辰，跟我们来走上这么一趟吧。那我哥的腿伤治疗要推迟到什么时候？昨天都已经晚了。我可以自己来，让月希跟爹一起去吧。爷爷，顾家爷爷和嫂子来了。顾某又来叨扰了呀，实在是有些事情需要您来稍微帮帮忙。有什么事儿，顾先生您说话就是了，哪有什么叨扰一说呀？在明天呢，我家将跟村里数位乡亲签署2份契约，所以今天啊，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。我身为本村里正，谁有事情，我是必然会竭尽全力的。相公，这顾家3天2头的上门，事情还真不少。谁能想到啊，不久前这一家人还是落魄的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家徒四壁的，不知遭了村里人多少的白眼。明儿个文书一签，俨然就是地主富家翁了。你没看他公爹还要签个什么授权文书吗？又不能随心买卖。哎呀，这个富家翁做的可不舒心呐。这京城人家的小姐都这么厉害吗？顾家这哪是娶了一个儿媳妇进门呢，根本是请了一尊送不走的神吧。想想自家那个儿媳妇儿性子绵软乖巧，原本他还觉得有些过分老实了，如今跟秦月熙一比，反倒显出他的好来。他手腕是厉害，对顾家也护短，你没看跟顾家关系好的都跟着沾光了，你可别给我生出事端了。哟，这大白天的，李正家里可真热闹啊，这么多人是来串门子的。周婶子，你不跟着马婶他们闲嗑牙，带着村里人这浩浩荡荡的找上门来，也是来串门的？这有热闹，咱们大家就一起瞧瞧嘛，不然指着什么闲嗑牙呀？大家来我这儿自然是有正事要办，你若是闲着没事回去帮你当家的种地，省得秋收时又田连东家借西家蹭的。这不是听说有活计能做吗？就想着也能来碰碰运气。不公一事，人家双方都已经达成一致了，你们还来凑什么热闹？还不赶紧散了，各回各家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
我们下集再见喽！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有活自然是要公平竞争的吧，否则其他人怎么可能甘心服气呢？朱家说的没错，既然是答应了要给机会，怎么能私下里又偷偷决定？那还不如当初什么都不说。咱们也不是不通情理的，若是大家公平竞争了，没选上也就罢了，可这机会都不给，就实在说不过去了。大家说的挺热闹，若是不知道的，怕是以为我们顾家不是东家，做不了这个顾人的主呢。也不知道顾家到底谁做主，看来顾家是没有男人说话的份儿。秦月熙是我顾家长媳，当得起家，做得起主，轮不到别人对她的言行举止指手画脚。周婶子若是觉得我顾家不公，李正这儿你闹不够，尽管去县城里面击鼓鸣冤，我顾家奉陪到，顺便也把你辱我顾家名誉和我妻子一事在官爷面前说个清楚。这谏官倒是不至于，也就是话赶话多说了两句。我给你机会让你再多说几句，免得到时候再说我顾家不给人机会。要我说呀，你这就是无理取闹，就算拉你去关前说理也不为过。不过顾家都是知书达理之人，岂会跟你这种无知的村妇甚作计较？再要换成别人，必不跟你善罢甘休才是，还不赶紧给人家赔礼认错？顾家媳妇儿，刚才婶子只是有些气不过，说话要是哪儿难听了，让你心里不痛快了，你就笑笑原谅了婶子吧。那在哪儿笑不是笑？去县官大人面前笑笑不是更好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刚才跟着他起哄的架势也没了，一个个恨不得能钻进地里躲起来。好，那是婶子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找上门来乱说一通。顾家媳妇儿，我是年纪大了糊涂了，我什么混话都往外说，你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。他现在也顾不上要脸面了，眼见着他好话说尽也没用，一咬牙抬手就往脸上抽，眼见着脸颊就红肿起来，硬是让他自扇了6、7个嘴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有话说话就是，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，一场误会说开就算了。只是我可不想日后再被人从背后戳脊梁骨，说我顾家这事儿办得不地道。既然顾家媳妇儿决定不再追究了，那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，该散就散了吧，别耽误了顾家办正事儿。签了文书之后，该干活的还要干活去。还是按月支付，我不会听错了吧？我才是在做梦吧？每年的收成还可以留下3成，这加上我们家自己地的收成，不仅吃饱穿暖没问题，明年还能添一辆牛车了。2份文书的内容都听完了，有没有想要提出什么意见的？谁听了这样的内容还能有意见？那才叫贪心不足了。咱们都恨不得现在就把文书给签了，还怕咱们新东家万一变卦了呢，可没地儿说理去。赶快让咱们签了吧。花了半个时辰，顾父一人签了所有的文书。顾伯父，等下老宅那边您就不要去了，有顾大哥在，您大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还是自己亲眼能够看这些，能够更安心一些啊。如今人人都在为顾家出力，他怎么能有心思闲下来休息呢？爹，那边有我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你办事，我还有什么能不放心的呢？李正，这附近10里8村的可有私塾先生授课？以前是有个，但是山里生活清苦，乡亲们又拿不出多少的束修了，他便坚持不了多久离开了。就算家里略有薄财的，也是送去县城里的叔叔了。顾先生，赵某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李正，您有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赵某知道顾先生是有学问的人，以前门下都是当今才子，若是让您来教小童启蒙，实在是太过屈才。不过咱们这10里8村的已经久无先生，孩童只能在山里乡间的荒度时日，想来就让人心生难过。若是先生肯屈尊来担任私塾先生，赵某保证，不管是私塾用地、束修或是其他一应事宜，都为您准备妥当，绝不会让您屈尊之后再受委屈。李正也暗道，自己怎么早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这可是曾经位极人臣的人物啊，那肚子里得有多高深的学问，哪怕将来考不中秀才什么的，提起这一段经历，也足可以炫耀
耀一番了。顾某遭人陷害，虽蒙皇恩免死，但也还算是戴罪之身呐。多年朝堂生涯，也曾树敌无数，只怕我若是做了这个先生，对孩子非但不是好事，反而可能会惹祸上身呐。爹，您若是想做，那就去做，一切有我。我对月溪有信心，你也应该对我有信心才是啊。我儿既然如此说，那我这个做爹的若是在瞻前顾后，就惹人笑话了。顾伯父既然做了决定，接下来可有太多的事情要商量忙碌了，也不急于今日。点个订阅吧。媳妇儿，有人来找你了，就在村口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去吧，我去老宅那边看着进度。大家都让让，顾家媳妇儿来了。秦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新一小哥穿得这么隆重，我一时还有些不敢认呢。秦姑娘，家师命我将东西拿来献于姑娘，并代为转达一句话：李某幸不辱命。只有3天的时间，孙氏就能做出这样的成品，他真是不愧为鬼手李这个称呼。这2套东西，令氏可有定下价格了？家师说了，在姑娘手中便是无价之宝，对她而言，不过就是一些添加了各种原料、淬火之后的物品罢了。您若是实在想问价钱，他说你给个材料费就行了，也不贵，5两黄金而已。这到底是请人打造了个什么呀？需要5两黄金？我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攒不出来呀！我的天哪，我连一锭银子都没见过。若是他付不起这笔钱，别说雇他们种地了，就是把地都卖了也不够还的。到时候要是被告到官府去，说不定一家人都会被卖了抵债。他可以大手笔的买地、盖新宅子、雇人种地，一下子拿出5两黄金来，必然会惹人眼红。虽然他和顾子辰都不具被人暗中惦记，但顾父、顾母还有顾青青可没什么自保能力。应该还有其他的方式吧？家师说了，您若是愿意再提供几张这样的图纸，那不仅这2样东西白送给您，就是之后未完成的几样也都不再索要任何费用。给你图纸也不是不行，只是画图需要时间，你若是要等，怕是今晚要在村里留宿了。我可巴不得能留下来呢，家师更愿意看到我带着图纸，而不是拿着黄金回去。东西我都早早备下了，您家可还有空房？若是没有，就是柴房我也住的。小哥，你这些东西需要我帮你搬吗？怎么敢劳烦秦姑娘？村里应该会有人愿意赚上一笔小费。你这边随我来吧，这事儿要先跟家人打过招呼，才好为你安排。也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年纪不大，花花心思却不少。看这意思，像是瞧中了秦月溪，就差摇着尾巴扑上去了。这位是鬼手里的徒儿，叫李天赐，他是来给我送预定的物品的。作为报酬，我需要再给鬼手里绘几张图纸，所以他今晚要在咱们家借宿一晚。家中只剩1间柴房，1间库房。这位小哥衣着华贵，细皮嫩肉，怕是要受些委屈了。我记得还有1间空房的，顾大哥你是记错了吧？是吗？那好像真的是我忘了。今晚要叨扰了，还望多多见谅。那你先忙着，我带着李小哥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今年多大了？顾氏夫妇诧异的看着自己的女儿，莫非他这就心动了？在下今年1时有1，虚岁12了。11就11，什么1时有1？今天这兄妹俩是吃了枪药了。小李公子啊，我家还有1间空房，只是久无人住，恐怕要委屈你一下了。顾伯母，您大可不必担心会委屈到他，他可不是会让自己受委屈的人。年纪不大，开场还不小。中午做个青菜腊肉吧，再杀只鸡。要不我趁着时间还早，去后山再打2只野兔、野鸡回来，也让小李公子尝尝新鲜的野味。这个不行，我不往深山走，野鸡兔子的又不只是深山才有。顾伯母，您就放心吧。月溪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青青，厨房里还有一堆事等着做呢，你也走了，难道让你爹帮我啊？好吧，我不去就是了。仔细确认过四下无人之后，这才闪身进了空间。我的天哪，我这还种什么地啊？空间里野兔和野鸡都要泛滥了，每隔100米左右，秦月溪就丢下几只野兔和野鸡。若是看到合适的草药，他也不吝顺手采摘了扔进空间里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秦姑娘，听说你进山打猎去了，这么好玩的事儿，下回记得叫上我啊！你可别给我月溪姐添乱了，她保护你都来不及呢，哪还顾得上打猎？想打猎得要先不晕血。来来来，你先把那几
起这兔子的皮给剥了，练练手吧。秦姑娘，把兔子给我吧，野鸡也得把血放干净了，然后再烧水烫毛。顾青青目光有些呆滞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李天赐干起活来比她还干脆利索。看呆了吧，人家可是给鬼手里那样的人物当儿徒的人，将来是要传承衣钵的，怎么可能会真的娇生惯养？再说你也看着娇滴滴的，不也一样从蚂蚁都不敢踩，到现在一刀割断鸡鸭的脖子都不眨眼，人是会变的。秦姑娘，兔子我处理好了，顾姑娘在收拾那几只野鸡，不过进度不算理想。你邀功就邀功嘛，但是我干嘛？月师姐自己又不是看不到。中午我们吃手撕兔和叫花鸡好不好？好。李天赐，收拾野鸡和挖泥巴你选哪个啊？我自己忙不过来。我去挖泥巴好了，总不能让女孩子去做这样的重活。那边有篮子还有小铲子，你自便就好了，我得要抓紧干活呢。下午要开始绘制图纸，晚饭恐怕只能麻烦顾伯母你们来准备了。你去忙就是，有我和青青在呢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秦姑娘，不知等下你准备绘制什么样的图纸啊？在下一直侍奉师傅身旁，不如让在下也来帮助你。你要看可以，我不用你做什么其他的事，不要干扰到我就好。好，只要秦姑娘你让我旁观，我绝不会打扰你的。等等，可否让我也看一下？今天你带回来的东西有2样闻所未闻，倒是引起我一些兴趣了。你又不是工匠，对你有什么启发吗？绘图也是画艺的一种，鬼手里和李天赐他们能从你的绘图中得到启发，我亦然。那你们就一起来吧，谁若是发出什么动静打扰到了我，别怪我直接撵他出去啊。东西我都带全了，就想着到时候秦姑娘你能用得上。看来你是笃定了我会用绘图来代替黄金了。李天赐双眼亮晶晶地盯着秦月溪，顾子成露出一抹自嘲的轻笑。那李天赐眼里根本就不是对秦月溪的倾慕，这辆轮椅还有机关术，恨不得立刻就上手把轮椅给拆了，好好研究一番。李天赐根本就是一个制造狂人，想都别想。拿着吧，价值5两黄金的东西，你可要说好了。现在你要试着站起来。见顾子成没有动作，我要看看你的腿部肌肉恢复到什么程度了。你的腰力可以支持你做出很多动作，但是腿上的却一直被忽视，所以我要你现在就试试看。看着伸到面前的这只手，指尖和掌心略有些薄茧，这是他这段日子为了这个家进山打猎、下地种田、到处奔波所付出的代价。顾大哥，手掌下的骨架纤细，肌肉却比想象中要紧实，在他搭住的瞬间，就有股坚实的力道传来，稳稳地拖住了他。现在不要用腰腹的力，试着用大腿肌肉发力。大腿的肌肉鼓动起来，一股撕裂般的疼痛和酸胀感顿时让他沁出了一头的冷汗。双腿虽然颤抖的厉害，很好，保持住。顾伯父，您帮我支撑一下顾大哥。现在试着向前迈一步，左腿先来。剧痛可以忍住，但酸胀的感觉却让他感觉自己的膝盖以下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，完全使不上力。他索性将手松开，前倾的身体让他的腿也被牵引着。好的，就这样，再来一步。子辰，他还来不及抓住，两人几乎是同时感觉到一股酥麻的感觉从背后逆行而上，齐齐打了一个寒噤。子辰，你还好吧？月溪啊，有没有伤到你啊？我没事，顾伯父，您扶着顾子辰坐下，他的情况我已经心里有数了。顾子辰脸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滚滚往下淌，他的嘴唇不知何时被咬破了。他的肌肉恢复的不错，刚才顾大哥看起来很疼的样子，不过是久不使用的肌肉被重新撕开的感觉罢了，慢慢适应就会好的。这么说，子辰的腿真的会好起来，真的能站起来了吗？月溪啊，你辛苦了，这一天又让你多有受累。顾伯父，不累，您和顾大哥早点休息啊，我这就回去了。顾家的有没有人在家？这位大娘，您是？你这小丫头是顾家小女儿吧？你做不了主，换你家能做主的人出来。你爹呢？你娘呢？我爹在老宅那边，我娘忙着赶绣活呢。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也行。确实我做不了主，那再找我爹娘也行。你这丫头怎么听不懂话呢？大人之间的事，你能做得了什么主？还不赶紧把你爹娘找来，别省得浪费时间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你这是上门找事来了？
后面的就是顾家的吧？我是周家的，就是租给你们这座宅院的周家主母。不知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？你还问我？你们顾家租了我的宅子，给的价钱就不公，又抢了我家土地和工人，这叫欺人太甚。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。租房时签文书可是有理证见证，你儿子当时并无任何异议，为何现在找上门来说价格不公？签了文书就不是抢了。我儿当时是怜悯你家老宅都要倒了，家里又揭不开锅，才把这么大的宅子贱价租给你们。谁知道你们转头就去盖新宅买地雇人，明明有钱还坑我儿子心善，不是欺负人是什么？还有那地，我周家早就看中李正手里的地了，只待今年秋收，收成下来就交付，结果被你顾家横插一腿抢了去，甚至连给我家种地的人也被你们花言巧语的给骗走了。我们周家怎么得罪你们了？你们这不是紧着欺负人吗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周家老太太，所有的文书都是在李正见证下签的，你觉得我顾家欺你骗你，那就把李正一起找来说个清楚。单单只上我顾家堵门闹事，莫非是当我顾家软弱可欺吗？哎呦，来人呐！快来看看顾家欺负人了，打量着我孤儿寡母的没人撑腰，他们就合起伙来，想把我这老婆子往死里逼呀，真没法活了，我就一根绳子吊死在老顾家，碎了你们的心得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去柴房找条绳子给周老太太，我看她登门准备的一点都不充分呢。西西，你还要给她送绳子，你就不怕她一气之下真上吊，再闹出人命来？大家快来听听啊！这丧良心的还要催着我老婆子去死啊！来呀来呀，把绳子拿来，不是还有刀子剪子的都拿过来，我死给你看！周老太这一摔，除了有点伤自尊之外，也就是屁股稍微疼了一下而已。打人了，出人命了，救命啊！再哭大声点儿！来，这边还有石子儿，往这边滚，还能划破点皮，见点血呢。顾家媳妇儿，好歹这也是个老人家呀，你不说搀扶下就罢了，怎么还起哄架秧子，不嫌事儿大呢？我的个天老爷啊，你咋不开眼啊？我老婆子体弱年迈，今儿就遭了歹人的祸害，青天白日的，你咋不一个想来逼死这个没有王法的畜生啊？就听到啪的一声脆响，手捂着的左边脸颊眼见着就肿起来，又哇的一声吐了口血，里面还混着2颗被打掉的牙齿。出言不逊，为老不尊，蛮不讲理，看来你的报应倒是来得早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周老太，你起来，有事说事儿。你这像什么样子？起来啊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这脸怎么了？都是他大哥。顾家媳妇儿，周老太可是被你打成这样的。她一个老太太都经不住我一根手指头，要是我打的，她还有命在吗？你们看到我打她了吗？人家顾家媳妇儿一直站在原地，连个头发丝儿都没动过。我也没看到，人家一巴掌能把壮汉打晕，周老太只是掉了2颗牙而已，也不算多重。周老太一听就急了，几乎是跳起来指着围观的村民们叫喊起来。可能是她无事生非，满口污秽，所以遭了现世报而已。顾家媳妇儿，你看这周老太现在口齿不清的，也说不清前因后果。就算她今日闹上门来，有千般万般的不对，也该给她个说话的机会才对。你说是不是？这李正还想和稀泥做老好人。